它是美國海軍核動力野心的起點，也是冷戰最瘋狂的產物。別的核航母一般就裝2座核反應堆，而它裝了8座，它就是 C-65企業號。1961年服役時，它是震驚世界的技術奇蹟，服役半個世紀，震懾古巴，炸過越南，911之後又殺進阿富汗。然而在2012年退役後，它卻變成了一個噩夢。長達13年的時間裡，美國海軍不知道拿這座航母怎麼辦，是拆解還是将它保存為博物館？現在美國終於做出了決定，還是要拆。我們把时間拨回到上世紀的50年代，那是冷戰最瘋的一段时期。蘇聯1949年搞出了原子彈，美國這邊馬上要搞氫彈，太空競賽和軍備競賽一個接一個，雙方腦子裡就只有一件事：我要壓死對面那個。美國海軍當時就面臨一個要命的問题：常規动力航母跑得快是快，但是要不停的加油。一艘航母出去執行任務，身後得跟一堆油船，那些油船又慢又脆皮，打起仗來就是活靶子。那麼該怎麼做才能讓航母不用看油表的臉色呢？核動力就是唯一的答案。彼时正值核潛艇鹦鹉螺号剛下水，這又給了美軍一些信心。既然核潛艇能在水下不喘氣跑幾萬海里，那航母為什麼不行？但是擺在美軍面前的是一個新的問題：潛艇的反應堆和航母的反應堆完全不是一回事兒。潛艇小，反應堆不用那麼大，但是航母是海上浮动机场，直接套用潛艇的反应堆根本无法達到理想推力。把潛艇反應堆放大行不行？理論上行，但放大一個推力還是不夠。那該怎麼辦？美國海軍的設計師做了一個簡單粗暴的決定：常規動力航母小鷹級有8台燃油鍋爐，我們不搞什麼花裡胡哨的新設計，一個鍋爐換一個反應堆，8台鍋爐換8個反應堆。於是設計師直接塞進了8個西屋 A2W 壓水反應堆，加上4台蒸汽輪機，再配4根驅動軸，總功率28萬转馬力，航速能達到每小時60公里，最高能飆到每小時65公里。我們要明確一個概念，現代航母的航速普遍也就是每小時55公里到60公里左右。海試的时候，企業號跑的甚至比它的驅逐艦護航編隊還快。優越的性能背後是數不盡的美金，一艘企業號的造價高達4.513億美元，放在今天相當於47億美元。一艘船的錢能造3艘常規動力航母。原本計劃建造6艘同級艦，但是因為造價太誇張，後5艘全部取消。企業號就這樣成了獨生子。但美國人不在乎，他們要的不是省錢，而是震懾。1961年11月25日 ，C-65企業號正式服役。企業號這個名字就注定了這艘核航母的不平凡。從1775年的大陸軍的小帆船開始，這個名號就刻在美利堅的海上基因裡。在 CV-65誕生之前，聞名世界的企業號還是2戰傳奇 CV-6， 它在太平洋戰場上從頭打到尾，拿下20枚戰鬥之星，創下美國海軍歷史上單艦最高紀錄。日本聯合艦隊恨它恨到牙癢，幾次宣布擊沉了它，但它都飄回来了，成為日本無法忘卻的灰色幽靈。給 C-65這艘核動力航母起名叫企業號，本身就是一個信號，這艘船要成為美國海軍新的傳奇。它確實沒讓人失望，第一戰就碰上人類離核戰爭最近的一次。1962年10月，古巴導彈危機，蘇聯的212中程彈道導彈就部署在90海里外的島上，攜帶核彈頭瞄準美國東南部。彼時企業號服役還不滿1年，奉命封鎖古巴，艦載機在古巴外海盤旋、偵察、攔截、施壓。那段時間，全世界的神經都繃成了一根弦。企業號就在弦上蹲着，核動力航母蹲在人家門口，不用加油，不用補給，想蹲多久蹲多久。蘇聯呢，他們的常規動力潛艇得算着油表過日子，跑遠了就得靠油船位，拿什麼跟人家耗？所以結局也不出所料，赫魯曉夫最終服了軟，撤走了導彈，企業號沒開一槍，但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威懾。然後就是越南，1965年11月，企業號被重新歸類為 CVN-65， 部署到越南戰場。12月2日，它的艦載機起飛，砸向了越共目標。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艘投入實戰的核動力軍艦。那一天，艦島上的每一個空位都擠滿了記者和軍事觀察員，所有人都在看核動力航母打仗到底行不行。事實證明，當然行。第一天，第9艦載機聯隊飛了125架次打擊任務，投下167噸炸彈和火箭彈，
第二天就破了紀錄，飛了165架次。從那天起，再也沒有人質疑核動力航母的價值。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說，隨着企業號投入戰鬥，海戰史就翻開了新的一頁。越南戰爭期間，企業號先後部署了6次，其中1969年1月14日是企業號51年服役生涯中最黑暗的一天。一架 F4鬼怪在飛行甲板上出事，掛載的阻尼火箭彈因尾焰過熱意外爆炸，引發災難性大火和連環彈藥殉爆，28名水兵喪生，314人受傷，15架飛機被毀。企業號的飛行甲板上被炸出数個大洞，但他並沒有退出戰爭。緊急搶修之後，他重返越南外海執行任務，這一蹲就蹲到了1973年。此後最值得一提的還是螳螂行動。1988年的波斯灣充滿了硝烟的味道。两伊戰爭打了8年，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附近布設水雷，攻擊中立國油輪。4月14日，美國護航艦塞缪爾 ·B· 羅伯茨號觸雷，艦體被炸出一個大洞，這對美國來說簡直是奇恥大辱。4天後，美國海軍正式反擊，螳螂行動正式開啟。企業號上的 A6E 入侵者攻擊機起飛，目標就是伊朗護衛艦薩罕德號。伊朗還想掙扎，向 A6E 發射了防空導彈，然後他們就再也沒有然後了。2枚魚叉反艦導彈、4枚激光制導斯普基炸彈從企業號的飛機上傾瀉而下，薩罕德號當場起火，彈藥庫殉爆，直接沉入海底。這是美國海軍2戰以來擊沉的最大軍艦。伊朗另一艘護衛艦薩巴蘭號衝出來報復， A6E 又是一枚激光制導炸彈從煙囱灌進去，這艘船只當場癱瘓。1天之內，伊朗海軍1半的作戰艦艇被消滅或重創。與伊朗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方面0傷亡。伊朗海軍被打得縮回港口，再也沒敢在霍爾木茲海峽大規模布雷。退役海軍中將珀金斯後來回憶，那次行動之後，伊朗海軍在波斯灣基本就廢了。什麼叫按在地上摩擦？這就是。然後就是2001年9月11日那天，企業號剛剛結束在阿拉伯海的執勤，準備回諾福克的家。艦上的電視正在直播，第2架飛機撞進世貿中心，沒有任何人下命令，艦長直接下令掉頭殺回去。接下來的3周內，企業號的艦載機在阿富汗上空飛了近700架次，投下超過80萬磅的炸彈。塔利班的訓練營、基地組織的據點被一架架從企業號起飛的戰機挨個點名。10月7日，美軍正式發動持久自由行動，企業號就是第一批打擊力量。一艘为冷戰造的船成了反恐戰爭的尖刀。此後的企業號奔波在反恐戰爭的路上。2012年3月10日，51歲高齡的企業號最後一次離開諾福克，238天的部署，2000多架次支援阿富汗。11月4日，他回家了，服役生涯到此為止。2012年12月1日，企業號正式退役。縱觀他的一生，51年25次部署，從古巴到越南，從波斯灣到阿富汗，美國半世紀以來每一場大規模衝突基本都有他的出場。約25萬名水兵在這艘船上待過，8座反應堆讓他跑遍了全世界每一片海，但也是這8座反應堆讓他退役後成了一個大麻煩。一艘常規動力航母退役了怎麼辦？拆了賣廢鐵，或者改造成博物館。美國有5艘航母變成了博物館：紐約的無畏號、聖地亞哥的中途島號、阿拉米達的大黃蜂號、查爾斯頓的約克城號以及科波斯克里斯蒂的列克星敦號，全被改造成了廣受歡迎的博物館。遊客可以在飛行甲板上散步，鑽進艦橋看雷達屏幕，想象當年艦載機起飛的轟鳴。企業號退役後，美國海軍史愛好者、退伍軍人團體全都在呼籲把它改造為博物館，甚至在2021年12月，美國核學會還把企業號命名為核歷史地標，所有人都在喊把這艘船留下來。但是海軍的答覆很殘酷，不行，因為8座反應堆和船體綁死了，想安全的把這8座反應堆拿出來，就得把船體切開，切完了船也就沒了。你不可能一邊拆反應堆，一邊保留一艘完整的航母給人參觀，除非拆完再重建，那經濟成本嗖一下就上去了。所以美國人的博物館夢就此破碎，那就只剩拆解這一個選擇。但是實際操作起來遠比想象中棘手。2013年，企業號被拖到紐波特紐斯造船廠，開始進行退役前處理。1000多名工人幹了將近5年，到了2017年12月，才將8座反應堆的燃料全部移除。燃料沒了，船變成了一個空殼，然後就是長久的閒置，船就停在紐波特紐斯，一停就是好幾年。美國海軍不知道拿它怎麼辦，因為擺在海軍面前的同樣是2條路，首先就是交給公營船廠拆，比如位於華盛頓州布林莫頓的普吉特灣海軍造船廠，那是美國海軍專門拆核動力艦艇的地方，但普吉特灣已經塞爆了。
到2018年，那裡已經積壓了10艘核潛艇和1艘核巡洋艦在排隊等着拆，還有3艘核潛艇靠在碼頭邊等着進場。如果再塞進1艘企業號，一艘比核潛艇大幾十倍的航母，整個船廠就得癱瘓。美國政府文字辦公室算了一筆賬，如果交給普吉特湾拆，最早2030年才能開工，工期10年，總成本10.5億到15.5億美元，而且這還是樂觀估計，相當於拆一艘航母的要價，都快要趕上造價的一半了。另一條路就是交給商業公司拆，聽起來不錯，商業公司更靈活，可能更便宜。海軍自己估算，商業拆解能省下大約10億美元，工期縮短到5年左右。但問題來了，誰來管？海軍說，商業公司拆，那就該由核管理委員會來監管。核管理委員會說，不關我們的事，核動力航母從出生到死亡都歸海軍管。這兩個單位不把權責掰扯清楚，商業拆解方案的成本估算就是一筆糊塗賬。這一拖又是好幾年。到了2023年秋天，海軍接過監管權責，正式拍板，就走商業拆解這條路。經過2次招標之後，北極星贏得了合同，報價為4.1849億美元，比第一次報價還低了22%，省了超過1.18億美元。錢到位了，就剩最後的拆解。企業號現在還在紐波特紐斯造船廠，接下來它會被拖到阿拉巴馬州的莫比爾，北京的拆解基地就在那裡。在莫比爾，企業號的船體將被一塊一塊切開，材料分類處理，普通鋼材送去回收，低放廢棄物和有害物質按照核管理委員会的要求打包，運到有許可證的處置廠。預計拆解工作將在2030年9月全部完工。據估算，這次拆解可能會回收大約3.5萬噸鋼材，這些鋼材不會變成別的船，而是會流進 CVN-80 新一代福特級企業號的船體裡。除此之外，企業號的拆解項目也是未來10艘尼米茲級航母退役處理的範本。企業號留下的真正遺產是一套從來沒有過的核動力航母商業拆解的流程、標準和法律框架。這個東西值多少錢沒法算，但有一件事是確定的，從1958年鋪設第一根龍骨到2030年完成全部拆解工作，CVN-65企業號終將以另一種方式延續。本期視頻到這裡就結束了，大家覺得企業號的拆解能為美國帶來多大的價值？未來的 CVN-80能否再次延續企業號的傳奇？歡迎大家在評論區留言討論，我們下期視頻見。